丈夫用冷静、理性一次次消磨完了我的热情。我们的婚姻只维系了2年，便走到了尽头。偶遇我跟另一个男人约会，那尊冰山前夫居然来求和，你不要跟他在一起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深夜急诊大厅，程砚初处理完手头一个病患，他抬手揉了揉酸胀的后脖梗，不经意间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。他僵住了动作，只一眼，他便确认那就是苏音，身边坐着的陌生的中年妇女，脚踝处缠着几圈纱布。在确认苏音本身无恙之后，程砚初隆起的眉心略微舒展。只不过这大晚上的，苏音怎么会在这？苏音此刻正尴尬的脚趾抠的，她不过是将崴了脚跌坐在路边的徐阿姨送到医院。眼下这位徐阿姨握着苏音的手，激动的声音发颤。现在这个社会，肯帮助陌生人的可不多了。小姑娘真是人长得漂亮还心善。恭维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，苏音只能讪笑着应付。徐英一扬眉梢，像你这么好的姑娘，有没有对象了呀？在过去将近1小时，他打听了苏音的年龄、工作，甚至家庭成员，终于直奔主题。苏音暗自扶额，忽略对方眼中那点殷切的期盼，淡定道：“阿姨，我1年前离婚了。”徐英那句即将出口的"你跟我儿子年龄相仿，看起来挺合适"，便堪堪咽了下去。啊，这样啊，他收起笑容，僵着嘴角，小声自语道：“那还挺遗憾的。”苏音笑了笑，然后便看到急匆匆往这边跑来的于洋。于洋一身运动装扮，流畅的肌肉线条显现着年轻蓬勃的气息，大概刚从球场过来，鬓发沾着汗珠，随着脸颊蜿蜒而下。苏音还来不及诧异，便看着徐阿姨起身和她母子相认。苏音略显讶异地张了张嘴：“谢谢你了，苏老师。”于洋转身冲他点头致谢，客气中透露着一股刻意的疏离。苏音微挑了挑眉，有点不明所以，仍配合道：“小事情，应该的。你们认识？”徐英的视线在2个人之间逡巡，好似要看出点不寻常的味道来。妈，苏老师是我们学校的美术老师。于洋简单的介绍完，怕多生事端似的，冲苏音点了点头，便扶着徐英走往出口。原来你们认识，我本来还想着介绍给你呢，可人家离过婚，算了。徐英又摇了摇头，离过婚的，算了。苏音双手环胸，微皱着眉，神色颇有些复杂的看着离去的那对母子。程砚初坐在诊室，从他的角度刚好可以看清方才发生的一切，而他的视线始终焦灼苏音身上。简单的 T 恤配上背带工装裤，衣服上撒着零星几点颜料，半长的头发松松扎了个丸子头。像这样的周末，他定是又在画室耗了一整天。那双短靴是临出门前匆忙踩在脚上的，鞋带从来不会仔细系好。程砚初不禁莞尔，这人还真是一点没变。他们有多久没见了？程砚初这样想着，已经不知不觉走到诊室外。苏音正准备离开，却见于洋又独自折返了回来。他站在苏音面前，微俯下身，双手抓着她的肩膀，眼神恳切：“我还没有跟我妈说明我们的关系，怕她一时接受不了，希望你能理解我。”啊！苏音有些猛怔，她和于洋虽然不能用简单的同事关系来概括，但也绝对没有到需要告知家里人的程度。苏音还没回过神，却见于洋又从兜里掏出纸巾，满脸写着无奈：“你看你，怎么又到处蹭颜料？”苏音下意识的闪避，却在抬眼的一刹那，看到几步之外面色阴沉的程砚初。苏音为什么各种巧合非要在今晚凑到一块？他虽然知道这是程砚初工作的医院，可谁知道他今晚值夜班，还恰好被他撞见这一切。苏音出神的一瞬，于洋已经帮他开去脸上的颜料，他不知道于洋的举止在旁人看来有多亲昵。于洋倒退着冲苏音比了个打电话的手势：“我得送我妈回去，我们再联系。”苏音便也扯出一个笑容，
冲于阳摆了摆手。新交的男朋友？程砚初的声音略有些低沉，听不出情绪。如果不是苏音的错觉，他应该扯了扯嘴角，像是想笑，却又没有扯出一个完整的笑容。所以那是一个冷笑。苏音梗了梗脖子，冲着程砚初扬起脸，好让自己显得底气十足。是又怎样？他不适合你。程砚初下了一个结论，果断的就像给病人下诊断一样。他背着灯光，身形高大，会给人一种压迫感，偏偏苏音不想落了下乘。你又不是我，你怎么知道我们不合适？况且我就算谈恋爱，凭什么要受你干涉？他看着程砚初越发暗沉的目光，为自己扳回一局而沾沾自喜。有些话真是未经大脑脱口而出。你不觉得他跟佑安还有几分相像吗？陈砚初的皮肤本就白，此刻更是抽干血色的苍白。他的眼里闪过一刹的不可置信，随之逐渐暗淡，像是星辰陨落。苏音突然有些发慌，他知道自己失言，触及到了那个谁都不会轻易触碰的雷区。苏音向后退了一步，低着头不敢去看眼前的程砚初，只小声道：对不起。程砚初被转过身，只留下一句你自己路上注意安全，便抬步回到诊室。苏音看着那个高大的背影，原本挺阔的肩膀似乎在那一瞬间坍塌下去。他背对着他，掩上了那扇门。几天之后，宋银珍打来电话，问苏音是不是交了男朋友。苏音不知道自己母亲是怎么知道的，下意识地问：是程砚初告诉你的？宋银珍没有直接回答他，只叹了口气：只有砚初才会这样纵容你，让你任性胡闹。当初你闹着要离婚，他也依了你，可是你也不能随随便便就交个男朋友。苏音只在心里觉得好笑，明明婚都离了，那交不交男朋友是他的自由。大概没有人家会像他们两家一样，子女离婚之后仍保持着良好的关系，逢年过节还能在一起聚个餐。每次宋银珍都拉着苏音一起参加。苏音对着程砚初的父母只觉得尴尬，称谓由爸妈又回到原先的叔叔阿姨。可大概尴尬的只有他自己，程砚初的父母仍对他笑脸相迎，绝口不提那些不愉快的过往。好在程砚初很少参加这种聚餐，毕竟他有再正当不过的理由，他很忙。宋银珍又叹了口气，颇有些恨铁不成钢。我看你就做吧，什么时候砚初真的对你失去信心，就真的被你做没了。这让苏音觉得宋银珍是不是心里还存着幻想，认为程砚初还在等他，而他们还有机会复合。苏音不得不打消宋银珍那点不切实际的幻想，我就觉得于洋挺好的，我没有随便交男朋友。挂断电话后，他对着房间空荡荡的墙壁发怔，那里原先挂着一幅画，苏音和程砚初没有拍过婚纱照，他便自己画了一幅油画挂在上面。画里苏音穿着洁白婚纱，笑容甜美绚烂，程砚初从身后拥住她，垂眸的瞬间眼里满是柔情。或许一开始他对婚姻有着美好的憧憬，如两家长辈说的那样，他们那么合适。程砚初一表人才，又彼此知根知底，用宋银珍的话来说，再找不到更让他满意的女婿。可是一段婚姻中的冷暖，只有自己才能体会。至少程砚初表现出来的绝对不是体贴温存的丈夫，他用冷静和理性一次次消磨了苏音的热情，最终这段婚姻只维系了2年便走到了尽头。后来苏音反复回忆，程砚初到底有没有用那种充满柔情的眼神看过他，还是那幅画上的神情终归只是他的想象。于洋和程砚初是截然不同的人，于洋的性格就跟他的外形一样，热情开放，大概因为有过丰富的恋爱经验，让他很会讨女孩欢心。于洋在得知苏音恢复单身之后，便制造着机会出现在他面前，坦言自己对他一见钟情，苦于对方早早踏入婚姻殿堂，不得已才压抑的自己感情，现在终于又有了机会。他的外貌和性格，他的体贴和风趣，
很难让人不心生好感。在被宋银珍那通电话刺激之后，苏音正式答应了于洋交往的请求。人总要试着向前踏出一步。从婚姻的角度来说，于洋不是个好的人选，可苏音完全没有再婚的打算。她和于洋，一个经历过失败的婚姻，一个并不打算步入围城，不去计较将来，在一起反而轻松无压力，只需好好享受恋爱的过程。然而苏音没有设想过的压力很快便来了。这天夜晚，苏音带着于洋推开家里大门，她指了指客厅沙发的位置，你先坐一会，我去找医药箱。她并没有注意到那双属于程砚初的男士拖鞋不在鞋柜中，医药箱就在书房。之前苏音消化比失手，只常会莫名其妙受伤，之后程砚初便告诉她书房备了个医药箱，如果受伤可以自己包扎。这晚他和于洋一起吃完饭散步往回走，夏天路边绿化带枝叶繁茂，于洋手臂被划破了一条小口子，渗出细密的血珠。附近没有药店，不如去你家，你帮我处理一下伤口吧。于洋垂着眼，故作可怜。苏音家就在几米之外，再拒绝就显得不近人情，他没有多想便答应了。眼下苏音推开书房的门，四目相对，两个人都正在当场。他不知道程砚初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，他就那样坐在书桌后面，目光沉沉地看着他，眼底的寒意让他打了个冷战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或许是带人回家被撞见的心虚，苏音莫名地底气不足。可是他心虚什么？我回来找张正，这就走。程砚初扬了扬手里那张绿色封面的小本，几乎是一字一顿道。他从苏音身边错身而过，经过客厅，目光在于洋脸上停留一瞬，似乎在打量对方。对上于洋无辜又猛睁的表情，程砚初最终沉着脸，一言不发地离去。摔门的力度显示了那人心情欠佳，在苏音的印象里，程砚初从未有过这种有失风度的时候。如果眼神能化为有形的话，于洋想，他刚才已经被千刀万剐。刚刚那个人是？于洋从客厅探出一个脑袋，斟酌着询问：“是我前夫。”苏音简短回答，大概觉得语气太过生硬，又解释了句：“就是过来拿下东西。”换做别的男人，定会抓住一些问题不放，比如前夫为什么可以自由出入你家？他的东西为什么还在你这儿？你们还有联系？可于洋的体贴就在于，他只是闷闷地哦了一声，识趣的没有再追问什么。程砚初之所以还能自由出入这套房子，是因为离婚时他们并没有仔细划分财产，一是原本各自经济独立，没有什么好分的，二是唯一的共同财产是这套房子。结婚那会，苏音才刚毕业，考入一所艺术学院当老师，收入只够养活自己，而程砚初还是在读博士，更没有积蓄。这套市中心的4居室由双方父母共同斥资购买，当时小两口是拒绝的，可用苏音父母的话来说，他们就这一个女儿，有些东西不给她能给谁？而程母握着苏音的手，我们现在也就验出一个儿子，如果还能为他为你们俩贡献点什么，我们做父母的也感到欣慰。他的声音带着哽咽，其余人都沉默。苏音看了眼程砚初，他坐在沙发的角落，微垂着头，看不清他的表情。苏音感到一阵心酸，点了点头，替程砚初一起应下了。2年的时间，市区的房子涨价不少，离婚时如果把房子卖了，还给双方父母也是一种选择，可谁都没提这件事，生怕再次伤了2家父母的感情。程砚初主动搬了出去，他申请了一间宿舍，说是离医院近，也方便。只不过宿舍狭小，放不下太多东西，他的大部分东西还留在这边，如果有需要，随时会来取。当然，他会提前联系苏音，问他方不方便，这次是个例外，大概急着要那张证件。原先书房都是程砚初在用，刚离婚那会，苏音整晚难眠，他便搬了张简易的行军床睡进书房，在有着一个人强烈气息的地方，
假装他并没有离开，这样才能勉强入睡。当然，这些深夜隐秘的心思不可能向任何人诉说。于洋吃痛咧嘴，但是苏音仍旧无知无觉，帮他处理伤口下手也没个轻重。于洋敏感地察觉到，自那前夫出现，苏音变得心不在焉。他看着眼前人失神的样子，有些黯然地垂下眼。程彦初没有回宿舍，他去了父母住处。房间还是原来的格局，2张并排的单人床，中间隔着一张长桌。自从程佑安走后，程彦初很少回来这里。他想起和苏音在一起的那个男人，虽然也是眉目俊秀，可跟佑安到底哪里相像？冷静下来，程彦初觉得自己今晚表现出来的气性毫无道理。苏音谈恋爱，找什么样的男朋友，其实他无权干涉。他原本想着，就算凭着2家人家的渊源，他和苏音至少不会成为陌路，一切还有转圜的余地。这一刻，程彦初前所未有清醒地认识到，他们已经再没任何关系。他看着事情走向失控，被一种叫做懊悔的情绪笼罩。苏母和程母是自小一起长大的闺蜜，娘家就在一个院里。每到暑假，苏音和程家2兄弟一同被送到外婆家，一起度过了很多个夏天。程佑安比程彦初小了5岁，兄弟俩从外貌到性格都迥然不同。相比程彦初的轮廓分明、五官立体，程佑安长得偏秀气，有点男生女相。程彦初自小表现得沉稳寡言，而程佑安因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自小被父母兄长捧着，性格反而颇为热情外向。苏音自然和程佑安更谈得来，自小一起写作业、看电视，一起在河边抓鱼钓虾，一起到处疯玩。程彦初对这个弟弟宝贝得紧，外出玩耍总跟随在左右，生怕他出一点意外。他习惯捧着一本书坐在树下，时不时看向不远处那群孩子，可繁复的专业内容哪敌得过美丽风景？渐渐的，他的视线被更鲜活、更生动的景色吸引。夏日的傍晚，火烧云将天边映得通红，也映出少女红彤彤的脸颊。苏音卷着裤腿，一手拎着2只拖鞋，淌过一条小水沟，去摘葡萄藤上的饱满的果实。少女的肌肤在阳光下显现一种通透的色泽，汗湿的长发粘在脸颊，嘴角弯起一个无邪的笑容。明明印象中一直是个小不点的模样，不知何时出落得亭亭玉立。程彦初并未意识到，那时那刻自己嘴角也扬起一个不易察觉的弧度。画面再一转，是一群半大的孩子突然哄闹，伴随着程佑安的惊呼，程彦初只用了1秒钟的时间反应。他迅速扔下书本，冲到河边，脱了鞋便一头扎进水里。被捞上岸的苏音显然是吓坏了，猛呛了几口水，一头扑进程彦初的怀里。他在水里徒劳地挣扎，身子不断往下沉。就在他万分绝望之时，一个强有力的臂弯将他往上托起。他紧紧攥着那个臂弯，就像攥着一根救命的稻草，直到他被拖上岸，眼前一片光明。在顺利吸入新鲜空气的一刹那，他看见同样浑身湿透的程彦初，像是看到了一道光。程彦初气还没喘匀，就被突如其来撞了个满怀。他一时无措，感受到怀里的女孩颤抖的身子，还是僵硬着，伸手轻拍了拍她的背，小声安抚：“没事了，我在的。”苏音抬起头，红肿的双目怔怔地望着他，叫了声彦初哥哥，又啊的一声哭了出来。大概是程彦初寡言少语，先前苏音在他面前总是怯怯的，想要亲近，却总是被他那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劝退。可自那之后，苏音脸皮突然增厚，他开始黏着程彦初，惯用的借口是请教课业，因为程彦初总不会拒绝，用低沉的嗓音帮他讲解难题。程佑安不时表现出不爽：“你没看我哥也忙着吗？就你那弱智问题，问我不就行了？”苏音冲他比了个鬼脸：“你只会告诉我答案，你会像彦初哥哥一样告诉我解题思路吗？”彦初哥哥，林佑安翻了个白眼，摸了摸手臂上的鸡皮疙瘩，
做出呕吐的表情，你可真是肉麻死我了。苏音便作势要拿书本去敲他脑袋，程又安跑不过，只能抱着脑袋讨饶。程砚初看着两个小的打闹，无奈失笑。苏音便像是故意要恶心程又安一般，整天砚初哥哥长，砚初哥哥短的叫上了。在外婆得知苏音意外落水事件后，决定让外甥女趁着暑假学游泳，算是锻炼一项生存技能。教苏音学游泳这个任务便交给了看起来最稳妥可靠的程砚初。镇上有个浅浅的清水湖，夏天的日头将湖水蒸烤出宜人的温度，傍晚暑气散去，便是个天然的游泳场。程又安坐在岸边，百无聊赖地把双脚伸进水里。湖中央，苏音穿着保守的泳装，少女柔软曼妙的身材却是怎么也掩藏不住，和宽肩窄腰、气场挺拔的程砚初在一块，像是道赏心悦目的风景。看着苏音揪着程砚初不肯放手的模样，程又安便怎么也无法欣赏那道风景，那点沁爽凉意顺着双脚渐渐蔓延至心底。苏音上次溺水被吓破了胆，程砚初教她的技巧她都不得要领，几天下来进展缓慢，非得拉着程砚初的手才勉强向前游个2-3米。砚初哥哥，你一定要拉着我的手。苏音反复强调，得到承诺之后才安心将脸埋进水里。程砚初颇为头疼，回头看见自己坐在岸边的弟弟，他正用一种艳羡的神情看着水里自由游泳的人群，又是一阵心疼。程又安自小被禁止剧烈运动，下水游泳更是不可能。那一瞬间，程砚初好像看到了小时候的弟弟，看着别的同学在体育课上自由奔跑，而自己只能坐在台阶上，看上去弱小又可怜。回程的路上，苏音走在前，程砚初跟在他身后，不时回头看一眼垂着脑袋落在最后的程又安。浅蓝色的天幕下，有人发出微不可察的叹息。程砚初似乎找到了这些天弟弟心情低落的原因。当天晚上，他找到了苏音，告诉他接下去他不再教他游泳。可是未时呢，院子里月光暗淡，仍掩藏不住苏音失望的快要哭出来的样子。他还在为自己争取，是我太笨，一直学不会吗？可是接下去我一定好好配合。程砚初有些不忍，几乎要说出那你接下去一定要好好学。可他想起程又安，只能握了握拳，硬下心告诉他，我也挺忙的，没有时间一直陪着你。苏音摆弄着脚下一块小石子，低着头不说话。程砚初虽年长了几岁，可完全没有处理过这种情况，只干巴巴地安慰他，明年吧，明年暑假我再教你。苏音仍低着头，像是了一声，可听起来又像是哽咽。砚初哥哥，你一定要抓着我的手。梦境仿佛就在眼前，程砚初伸出手，可抓到的只是一片虚无。他一手挡在额前，望着窗帘缝隙中透进的一丝晨光，回想那些遥远却又清晰的往事。他想起来，那是他们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夏天。因为接下来他开始了医学院的实习，再没有暑假，而苏音和程又安也升入高中，课业繁忙，再也无人回到那个小镇。他对苏音的承诺最终也没能兑现。后来宋银珍告诉他，苏音再没肯去学游泳，至今仍是一只旱鸭子。升入高中的苏音和程又安保持着联系，而跟程砚初的联系仅限于节日时群发的祝福短信。偶尔因着母亲的关系见面，苏音给他的感觉也是疏远的，再没像那段时间般亲近过。程砚初在半小时后走出房间，这天他照常上班，下班后去宿舍收拾了东西，直接去了和苏音那套房子。4居室的房子，一间做了苏音的画室，一间做了程砚初的书房。苏音仍住在主卧，程砚初便将自己为数不多的东西收拾进次卧。时间接近晚上7点，程砚初有些烦躁地揪了把头发。他以前从未发现这房子原来是这样空荡荡的。他决定给自己弄点吃的，可冰箱也是空的，
最终只能凑合着煮了一碗面，直到入口才发觉盐放多了，咸得发苦。洗完碗也才过去半个小时，时间漫长的好像无边无际。程砚初决定打扫房间。画室的门卫敞着，那是苏音的私人空间，往常程砚初不会踏足。他本来只是想把门合上，无意间瞥见角落里一抹素淡温馨的色彩，在一众色彩浓郁的作品中显得格格不入。程砚初扯掉覆了一半的黑布，画面便完整地呈现在眼前。女人怀里抱着小婴儿，低头的刹那笑容温婉，男人一手搭在女人肩上，一手去逗弄婴儿，眼神深情又温和。这样温暖的画面却化成一把刀子刺人的心脏。程砚初偏过眼，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喉间难言的梗塞。他们曾经有过一个孩子，只不过在未成型时便夭折。苏音那段时间状态很差，家里人怕她抑郁，想着法子开导她。某个夜里，在他用专业的医学知识开解他之后，苏音用同样冷静的语气告诉他，不要以为我会多难过，我本来也没做好准备，没有就没有了，我反而觉得轻松。程砚初凝视他苍白的脸，还有眼神中让人陌生的冰冷，一时难以相信他会说出那样残酷的言语。落款的日期是在刚得知怀孕的那段时间，明明他那样期待一个新生命的到来。程砚初想，在那之后，他们之间的关系急转直下，像是溶解不了的坚冰。苏音拒绝他一切亲密的接触，直到最后分开收场。程砚初站在那幅画前，伸手捂住了眼眶，光线暖暗，将那个背影撑得无比落寞。苏音参加了同事的聚会，回到家已接近10点。她看着好整以暇坐在沙发上的程砚初，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。程砚初告诉他，他需要暂时搬回来住一段时间。他用的是"回来"俩字，因为这原本也是他的家。苏音觉得自己没有将人赶走的理由，可还是挣扎了下，这样不会不方便吗？没办法，程砚初摊了摊手，颇有些无奈地睁眼说瞎话。宿舍改造，实在住不了人，我总不见得这么大的人了，还要回去跟父母挤在一起。话是这么说，可和前夫住一块，多少有些别扭。苏音一晚辗转难眠，就因为隔壁突然多了一个人，就像当初刚离婚那会，她花了将近半年时间才适应一个人的生活。将近凌晨，她才迷迷糊糊地睡去，早上闹钟响的时候仍不甚清醒，打着呵欠走出卧室，对着厨房那个高大的背影，迟滞的思维缓了好长时间才想起是怎么回事。反观程砚初，一大早便精神抖擞，刚锻炼完又冲了个澡，穿着运动背心和短裤，露出恰到好处的肌肉，画面简直有些让人想入非非。苏音绝对不允许自己再想下去，晃了晃脑袋，将那些画面赶跑。程砚初将餐盘端上餐桌，见处在那的人笑了笑，我做了早餐，一起吃点。随即他面色微变，垂下眼睑看着那几道菜，耳廓可疑的发红。哦，苏音眨了眨眼，转身进了卫生间。当他审视镜中的自己，脸色也变了。穿着的吊带睡裙，带子松垮垮的垂落，胸前春光若隐若现。虽然之前也不是没看过，但毕竟身份已然转变，很难不尴尬。想到以后在家也要小心翼翼，衣着保守，苏音实在没心情跟程砚初坐在一张餐桌吃早餐，匆匆出了门。如果光从室友的角度看，程砚初让人挑不出毛病，他作息健康，私生活干净，还有轻微的洁癖，房间规制的比苏音还整洁，甚至每天帮苏音多准备一份早餐。可苏音害怕跟他那些若有似无的眼神接触，他看向他时总是温和的那种淡淡的笑意，让人错觉有多深情似的。苏音害怕那样的眼神，她不断告诉自己向前走，不能也不可能重新陷进那个漩涡，况且她现在还有个男朋友。为了避免过多的接触，苏音下班后和朋友聚会，偶尔跟于洋约会，拖延着回家的时间。可不管多晚，程砚初总在客厅的沙发上
或看电视，或盯着电脑屏幕，有时候捧着一本书，明明已经困到睡着。苏音觉得讽刺，好像世界被调转，明明以前都是他等着他回家。当然，他不敢自作多情地认定程砚初就是在等他，可有次他不经意地问他：“你现在都这么空的吗？这么早到家？”程砚初揉了揉眉心：“我今年只申请了一个课题，不算太忙，而且我发现有些问题在家处理也很方便。”继而他抬眼看着苏音，眼神中似含着默默温情。我发现还有比工作更重要的事情，我怕我再不去争取，就不会再有机会了。如果再听不出他话里的意味，那苏音未免太迟钝。他内心慌乱地进了自己的房间。刚结婚那会，苏音也曾对婚姻生活充满热情，他们没有经历正式的恋爱，他甚至不知道两个人怎么相处，只会一味付出真心。程砚初加班，不管多晚他都会等，也是这样窝在沙发上，有时候困到睡着。程砚初让他先睡，他开玩笑说：“我明明已经很累了，还要把你抱上床，你就饶了我吧。”苏音便一阵耳热。偶尔他也会假期闲在家无事，做了便当装在保温桶里给程砚初送去。电视里也是这么演的，男人往往会感动得热泪盈眶。可现实还是有差距的。到了医院往往找不到人，苏音便在办公室等他，等到下午2、3点，程砚初才回来，看着保温桶为难道：“我已经在手术室吃过了，大家一起订的餐。”苏音撅了撅嘴，有些不开心。周围同事开始起哄，说程砚初不解风情，不懂得体谅老婆一番心意。程砚初虚掩上办公室的门，隔开那些八卦的视线，颇感无奈。他对苏音道：“假期你应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，跟朋友逛街、吃饭，甚至在家歇一整天都可以，而不是这样毫无意义的等了他大半天。”苏音便懂了，他这些出于关心的举措，实际上在程砚初看来是毫无意义的，说不定还会让他觉得有负担。他有自己的节奏，完全不需要他的所谓照顾。可除此之外，苏音不知道怎样才能跟他更亲近一些。两个人看起来是各过各的生活，苏音甚至比结婚前更加自由。程砚初对他始终是有些冷淡的，两个人之间像是隔着什么，他走不进他的内心。可是细想来，程砚初自小便这样，你以为跟他走很近了，可他的态度始终是疏离的。当然，程砚初也有热情的时候，在黑暗中抱着他，一遍遍喊他名字，用体温点燃彼此。在性事上，他们向来很合拍。苏音很矛盾，有时候负气地想，他大概是给自己找了个固定性伴，可有时候又愿意相信程砚初大概有点喜欢自己。可那一点点信念，最终还是被消磨殆尽。得知苏音怀孕后，两家人家有多高兴，意外失去孩子之后，就是成倍的失望。苏音更是陷入了自责的情绪中，程母劝她养好身体，以后还有机会。苏音点了点头，却没有听进去。等人都走后，留下来的是程砚初。她看着坐在病床前的自己的丈夫，还穿着一身白大褂，可此时此刻，苏音希望她的身份只是自己的丈夫，是那个和她最亲密的人。她要的甚至不是过多言语的安慰，只要一个紧密的拥抱。可程砚初的态度太过冷静理性，她告诉她，孕早期的流产是胚胎优胜劣汰，既然被淘汰，或许存在一些问题，本就不该存在的。苏音当时钻进了一个牛角尖，本就不该存在的。这话听起来极其刺耳，原来自己当宝贝的，在对方眼里不过是一堆胚胎组织，本就该被淘汰的。那些违心的话说出口，刺伤对方的同时，苏音心里清楚，这段婚姻再难维系。之后他提出离婚，程砚初沉默良久之后顺从了他。后来每次见面，苏音都表现得像个榴莲般又渣又臭，大概心里还是有怨程砚初为什么不能投入一些感情，怨他怎么那么爽快就答应离婚，甚至没有试图挽救一下他们的婚姻。
可现在他又表现出一副旧情难忘的样子，还有意义吗？隔天晚上，两个人看完电影，于洋将苏音送回家，车子停在楼下，苏音推门下车，于洋同时解开安全带，凑过去意图在他脸上留下一吻，苏音下意识地避开，于洋却执着地更进一步。车内灯亮着，从外面看上去，俨然是一对打情骂俏的情侣。苏音抬起头，便看见下楼扔垃圾的程砚初，他站在几步之外，看着车内的人，目光沉沉。苏音愣怔地与他对视，忘了下一步的动作。最后还是程砚初先一步别开眼，抬步走向垃圾站。于洋注意到苏音的反常，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后又重重靠回到车座椅上。苏音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我们名义上是情侣，可是你抗拒和我做亲密的事情，你对我到底是什么感觉？苏音维持着侧身的姿势，一时无言。于洋自嘲地笑了笑，你这样很让我怀疑自己的魅力，都是成年人了，还玩纯情那一套吗？苏音回到家，程砚初已经窝在沙发上，手里捏着个啤酒罐，目光空洞地看着前方。苏音拖着疲惫的步伐走进自己的房间，不妨身后贴上一个宽厚结实的胸膛。程砚初的臂弯有力，带着灼热的体温，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压迫感，淡淡的麦香味混着凌乱的呼吸喷薄在他颈侧。你不要跟他在一起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苏音没想过有一天那个冷淡疏离的程砚初会说出这种孩子气的话。分开了就是分开了，程砚初，我想有自己的生活，你还不明白吗？苏音觉得累极，不想再跟他纠缠，身上的力道渐渐减轻，程砚初放开了他。苏音在掩上房门前，听见程砚初喃喃地重复，还是太晚了，是不是？这一晚彻夜难眠的是两个人。对于程砚初来说，这本是颇具意义的一天。他在导师的指导下顺利完成了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，所有人都在恭喜他，程砚初却表情淡淡的，只礼貌性的回应。或许是种巧合，这天正好是程佑安的忌日。当年程佑安不肯接受心脏移植手术，他的借口颇多，比如手术有失败的风险，就算是术后也很难保证生活质量。哥，等你学成了高超的技术，你来给我主刀吧。程砚初明白弟弟这么说，无非是想要拖延，可他有时候恨自己成长太慢。等到他有了足够的技术，佑安却已经离开了5年。他选择了独自去国外上大学，又在大3那年跟朋友出去潜水遇到意外，再加上心脏问题，在异乡离世。这一年，程砚初仍旧选择独自来到程佑安墓前，却发现已经有个年轻女孩站在那。你是程砚初？那女孩转身问他。你是？程砚初确定自己没有见过他。看来我猜的没错，我总听佑安提起你，他说他有个很照顾他的哥哥，没想到我一回国就见到了你。女孩叫周丽，是程佑安留学时期的同学，也是短暂交往过的女朋友。两个人并肩站在墓前，共同回忆一个人的生平。程砚初也是第一次了解到弟弟留学时期的生活。周丽告诉他，佑安说自己选择出国，是因为家里人对他太过保护，让他觉得拘束，他想要尽情享受人生。生命在于深度，而不在于长度。周丽学着程佑安的口吻，程砚初失笑，都不知道这个弟弟是从哪里听来的歪理。可那几年的时光，程佑安确实过得前所未有的恣意和洒脱，就如周丽所说，那才是他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快乐过，享受过，便不再有遗憾。太阳从地面隐没，是一天的结束，也预示着新的一天即将到来。程砚初看着前方，缓缓呼出一口气，好像一直以来的心结在这一天被解开。程砚初对弟弟的离开始终耿耿于怀，他曾在出国前问程砚初，你是不是也喜欢苏音？这个也字用得很微妙，程砚初选择了沉默，
他不想违心的否认。程佑安已经得到了答案，其实你看他的眼神就已经说明了一切。以前你凡事都让着我，这次我就不跟你争了。程佑安故作洒脱地吸了吸鼻子，又似有些不甘，他固执地走向安检处，再没回头。程砚初先前一直以为弟弟出国或许是为了成全他，这就注定了这份感情变得无比沉重。悲伤似乎可以共情，在佑安发生意外之后，苏音难过的同时，经常出现在程砚初的身边，带给他安慰。2年的时间，两人保持着比往常更为密切的联系，共同怀念一个人，安慰彼此，或者聊一聊近况，日子便不再那么难挨。双方父母误以为他们2个在交往，在某次聚会上，程母开玩笑地说，燕安也到了成家的年纪，茵虽然还小，但是定下来是早晚的事。程砚初和苏音同时认为对方会反对，可2个人对视了一眼，竟然谁都没有提出异议，这门亲事便在2个人的沉默中莫名其妙地被默认了。那天程砚初上了个洗手间，回头听见包间里自己母亲不无感慨地说，要是佑安还在就好了，那时候分明他跟茵茵更谈得来。其实他很想知道苏音是怎么回应的，可他宁可选择转身走远，去到院子里透了口气。有时候他也会想，如果佑安还在会怎样？他在这段婚姻中始终无法全身心的投入，面对问题他也会想，如果是程佑安，他会怎么处理？有时候看着苏音恹恹的样子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去让她开心起来，又忍不住去想，如果是佑安，肯定有更好的办法去哄女孩开心。在关系陷入僵局之后，他选择了放手，或许开始的太仓促，连他们自身都没有搞清为什么在一起，彼此都需要时间冷静下来。可他没想到冷静会让苏音走得更远。在他解开心结，想要心无旁骛地把人找回来的时候，偏又看到车内那一幕，他再也无法保持理智。可苏音说，他想要开启自己的生活。程砚初再也没有像那天晚上一样失态。事实上，苏音已经好几天没有见过他，他每日早出晚归，正好与他的时间错开。原来，即便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只要有心避开一个人，也可以做到不见面。可有些场合还是避无可避，比如到了苏音父亲的60大寿，宋银珍在一家私房菜馆订了一桌菜，就邀请了程砚初一家。这种场合，小贝再怎么也不好找借口推脱。2家人家在大厅里碰面，一番寒暄，谁都没有注意到2个小的之间那股别扭的气氛。直到苏音目光落在一对经过的情侣身上，她的脸色变了变。程砚初循着他的目光看去，也不禁皱起眉。苏音迟了10来分钟才落座，见着家里人给他留的座位就在程砚初旁边，原本不好的脸色又难看了几分。这一切落在程砚初眼里，又自动理解为撞见现任男友出轨现场，心里难受。他见苏音基本没动筷子，甚至贴心地帮他布菜。苏音回头想从他眼里探出几分幸灾乐祸，可里面全然是关切，还有紧张。他便避开了那目光。说来奇怪，难过不是因为于洋脚踏2条船，而是他说的那番话。他说，苏音，没有知会你一声就开始新恋情，是我的错，但是你未必有多难过吧？你扪心自问，你有真的投入吗？于洋上前一步，带着咄咄逼人的审视，还是你只是为了在你家人和你那前夫面前赌一口气？他没有给苏音辩驳的机会，略带嘲讽地看了一眼包间的方向，另有所指道，希望你以后交的男朋友可以足够大度。明明是出轨那一方，可于洋底气十足，仿佛自己才是受到了伤害。苏音自始至终未发一言，从未像现在这样，在一场对峙中完全处于下风。他难得喝了点酒，程砚初将他带回去，看着他踉跄走入房间的背影，仍上前询问了句：“你没事吧？”他看他的眼神关切，又似乎蕴含着绵绵温柔。苏音不想去看懂，无所谓的摆了摆手：“谈个恋爱而已，
也没有怎样，分就分了。随后他进房间，关上了门。程砚初站在门外，略有些失神。分了就分了，你倒是对每一段感情都洒脱。随即他摇头失笑，这样也好。入秋之后，苏伟良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病，半夜突发胸痛，老夫妻俩直接将电话打给了程砚初。等到苏英第二天赶到医院，父亲的病情已经稳定，他觉得匪夷所思，你们有事为什么不找我？找你有什么用？砚初才能帮上忙，昨晚都是他忙前忙后安排的，要换作是你，还不是一样像个无头苍蝇？宋银珍话虽这么说，到底有点心虚。昨晚情急之下，第一个想到的确实是程砚初，想象到他没有惊动苏音，独自赶来。现在冷静下来想想，这样使唤前女婿，终究过意不去。苏音看着站在一旁面容憔悴的程砚初，喉咙哽了哽，轻声道了句谢。程砚初的表现，用同一病房的病友的话来说，就是说他是亲儿子都不为过。苏伟良只笑笑，我倒是想要个这样的儿子。直至出院后，程砚初仍每日到访，关心前丈人的病情。苏英渐渐觉察出不对位，父母现在这态度，俨然就是要把他给卖了。他跟他们学校那老师啊，就是小打小闹，成不了的，这不才几天就分了吗？宋银珍一副我早就料到的神情，冲程砚初道：“你要加油啊，女婿。”程砚初挠了挠头：“好的，阿姨。叫什么阿姨呀？还是叫妈比较好听，我听着顺耳。”宋银珍忽略他的存在，旁若无人地跟程砚初聊天，每一句就都像是在说给他听。苏音实在是听不下去，转身砰地把房门摔上，以此表达内心的愤懑。宋银珍却似无知无觉，留着程砚初吃晚饭，还让他陪着喝了杯红酒。饭后他极力挽留，砚初喝了酒，开不了车，要不就住这吧。苏音瞪大了眼，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亲妈。她这段时间住在家里，这套房子就2间卧室，宋银珍未免表现得太赤裸了些。你们是不是都以为我和于洋分了手，就一定会和程砚初在一块？可是你们有没有问过别人的意见？婚姻的基础至少是相互喜欢吧。苏音站起身，在泪水崩溃前跑回自己房间，房门还没合上，就被紧随而来的程砚初推开。他从身后抱住苏音：“茵茵，我们别闹了好吗？”苏音用尽力气，却怎么也挣不开这个怀抱。为什么你们都以为我在胡闹？我是真的想和你分开，跟一个不喜欢你的人在一起，结果只是一场悲剧。程砚初视线看往一个方向，愣住了。苏音突然想到什么，立马奔过去，可惜已经晚了一步。程砚初已经抓起那本纸页泛黄的素描册。暑假时，苏音总一个人躲在房间偷偷画画，谁都不给看。有次程佑安偷潜进他的房间，想要找他那些画作，最后还是被苏音逮着了，驱赶出去。现在看来，每一页画着的都是同一个人，不同的神态，不同的衣着，是18、19岁到20岁的程砚初。不知何时开始，她成了少女情窦初开时最初的幻想。我当时一直以为你跟佑安……程砚初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。我跟佑安怎么？苏音有些疑惑。那时候一直是你们2个更处得来，不只是程砚初，所有人都这样以为。我们一直是很好的朋友，当然谈得来。苏音总算反应过来，神色有些复杂。你该不会是以为我和程佑安……他没有说下去，光想想就觉得匪夷所思，怎么可能呢？那个年纪的女孩，只有在喜欢的人面前才表现得拘谨矜持，就像最初她对程砚初只敢远远看着，就连说一句话都要鼓足勇气。直到那次溺水，她以为有机会可以离他近一点了，可最终还是被推远。她从来没有看清过程砚初的心思，就像程砚初一直误解她和程佑安的关系，所以因为这，她对他的态度才若即若离。佑安一直是个很好的朋友，关于他的事，我很遗憾也很难过，
但是一想到你肯定更加悲伤，难过就会加倍。苏音垂着眼，不想又提及了伤心事。她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，我们也要过好自己的人生。程砚初不知道是弟弟在苏音面前掩藏了自己的感情，还是苏音迟钝没有感觉到，但那些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活着的人要过好自己的人生。苏音，我喜欢你，一直都喜欢，我重新追你一次好不好？程砚初将苏音拥进怀里，附在她耳边道。苏音觉得半边脸酥麻，什么叫重新？你之前有追过我吗？没有吗？那不算吗？有吗？哪个才算？那行吧，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苏音双唇被一个强势霸道的吻封住，她还有机会说不吗？门外，苏伟良看着一脸姨母笑的宋银珍，啧了一声：“你差不多行了呀？”成了。宋银珍终于将耳朵从门上移开，又掩着嘴风风火火地回房间拿手机。我得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亲家母。苏伟良，他对着那扇紧闭的门，摇头低笑了声，迈着闲适的步子走开了。晚安。